美联储降息，普通人就该这么应对。9月17号，美联储终于扛不住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，在特朗普一路狂轰猛炸的喊话下，鲍威尔带队投票决定降息0.25%，这是自2024年以来第一次降息。而且他们还放话说，年底前可能再砍2刀。联邦利率目标区间从原来的4.25%到4.5%降到4%到4.25%，下调25个基点。听起来很刺激，这降息对美国日常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房贷马上会掉，信用卡利率立刻松动，存款利息会秒降吗？那都可不一定。降息是一种蝴蝶效应，它的影响会慢慢由浅到深传递到你每天的生活，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更久。那你应该如何应对呢？请看到视频最后。我是财喵在纽约，关注我，陪你搞懂美国理财生活，省心省钱，少走弯路。先说背景，为什么美联储决定在这个时候降息呢？因为最近美国的就业数据实在有点疲软，再加上通胀逐渐降温，把基准利率调低，这样借钱更便宜了。从企业到个人的消费和投资都能更活跃起来，企业也有更多钱来招人，劳动力市场就能稳住一些。但别想多了，这可不是魔法棒，一次降息不会让经济嗖的一下复苏，也不会瞬间让你的生活天翻地覆。它会按照以下的顺序，依次慢慢的在你的日常生活中释放威力。首先 ，savings 存款和 CD 定期，这个是大家最先感受到的地方。银行对存款利率的动作很快，往往在美联储官宣之前，利率就开始往下调了。大家从下半年开始就能微微感觉到，你之前在高收益储蓄账户 HYSA 里拿到4%的利率，现在可能要掉到3.75%甚至3.5%。如果你之前买的是定期，那可能影响会小一点，但从现在开始，新的定期产品可能利率就会低一大截。所以降息对你的储蓄来说，最直接的就是收益缩水，然后降息的威力会弥散到各大信用卡。信用卡的利率跟银行基本利率挂钩，基本利率又跟美联储联动，所以信用卡还钱的利率理论上会降，但这里有2个点需要注意：一是延迟，降息可能要1到3个月才能真正体现到你的账单上；二是幅度小，现在信用卡的平均 APR 还款利率在20%左右，就算美联储降0.25%，说实话，你可能完全感受不到。你的账单如果有几千美元的负债，利息照样会高得吓人。所以聪明的做法是趁早还款，比等降息要靠谱得多。接下来最牵动大家神经的莫过于降息对房贷的影响。先说买房的人，别以为美联储一降息，你去银行申请30年固定利率的房贷就能立刻打折。事实是，固定利率房贷更多跟着10年期美债收益率和市场预期走，也就是说，美联储降息不能和房贷利率大降直接划等号。但长期来看，市场预期利率走低，确实会慢慢压低申请新房贷的利率，买房的门槛会有所降低。那对于正在还房贷的人，如果你拿的是可调利率房贷，那我称你为这次降息的小赢家，因为这些产品跟短期基准利率直接挂钩，美联储一降，你的月供通常在几个月后就会反映出来，真的能省下一点钱。相反，如果你早早锁定了30年固定利率，那就得原价买单，这次降息对你的账单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。那最后对车贷、学生贷款、个人贷款有什么影响呢？如果你的贷款产品是浮动利率，降息以后每个月的还款压力确实可能会慢慢减轻，利率走势也会往对你更有利的方向发展。不过实话实说，比起死等美联储，提高自己的信用分数往往对利率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信用分数是你能主动掌控的，而降息什么时候来，来多少，完全是听天由命。讲到这里是不是已经有点晕了？我来帮你总结一下，谁是这场降息的赢家和输家。借钱的人还信用卡债，还各种贷款可能稍微轻松一点，未来再融资的成本也有所降低。存钱的人你会第一个受伤，各种储蓄账户和定期的收益都会下滑，通胀一来，实际回报更是雪上加霜。投资的人，股市一般会喜欢降息，因为借钱更便宜，公众和企业的市场情绪会更好，所以未来预期的收益是往上走的。那问题来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应对这次降息呢？我这里给大家5点建议，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。第一，抓紧时间锁定利息收入。如果你平时喜欢稳健的投资方式，比如存定期，现在可能是最后的窗口期去买高利率的 CD 定期或国债，赶紧去看看市面上的 CD，选那个利率最高的，然后锁死。第二，
关注房贷方面的机会。如果你在2023年、2024锁了7%的高息房贷，现在可以认真算算 refinance 重新贷款划不划算。那准备买房的朋友，降息可能会让市场放出更多房源，借贷压力也会稍微小一些，所以要紧盯房地产市场，抓住机会投资或者购房。第三，银行永远把最好的利率留给高信用分的人，你要做的就是按时还款，卡片余额保持在额度的30%以下，别乱开新账户。美联储的政策是外因，而信用分才是你真正能掌控的。第四，债务不能懈怠，别幻想信用卡 APR 贷款利率会因为降息就明显降低，区0.25%根本作用不大。真正能帮到你的，比如用零利率的余额转移卡，或者干脆多还本金，才能真正从源头把利息压下去。第五，不要囤现金，要看中长线的投资组合。聪明的做法是配置一些中期债券、优质股票、ETF， 再加上分散投资，让组合稳健运转。光靠囤现金风险最大。一旦存款利率低于通胀，你的钱就在默默缩水。所以总结来说，降息就像美联储手里的一只把手，轻轻一拧就能让借钱稍微便宜一些，同时也让存钱的收益打折扣。对普通人来说，真正重要的不是追逐每一次新闻上的大起大落，而是提前打好自己的基础，把高利息债务清理干净，趁高利率还在，锁定一些长期收益，把信用分数养好，把投资组合搭得稳健。这样无论美联储下一次怎么调，你都能不慌不忙，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